大家好，如果你想要在 Obsidian 裡面使用比較完整的電子試算表功能的話，其實是可以嘗試 Spreadsheets 或者是 Workbooks 這一些外掛。這兩個外掛把比較完整的 Excel 電子試算表功能整合到了 Obsidian 裡面。但是如果你的 Markdown 表格只是需要一些基本的運算的話，那麼使用 Calccraft 可能是一個更好的選擇。在今天的影片裡面，簡單的為各位介紹一下 Calccraft 它基本的使用的功能。透過今天的介紹，一些基本的運算就能夠使用 Markdown 的表格來達成了。現在我們在熒幕上面看到的，這是一個基本的 Markdown 的表格，在 Obsidian V1.5 裡面就可以直接使用視覺化的方法來編輯它了。再加上 Calccraft 的功能，就可以在某一個儲存格裡面来設定它的運算的格式。現在是在實際預覽的狀態下面，可以看到第一行是 row， 第二個 column 是 SKU， 就是一個名稱，接着是數量、單價，最後是總金額。也就是這個表格裡面的數量乘上單價，就會等於右邊的金額。透過 Calccraft 就可以使用等號的方法來指定它運算後的結果。它的標示的方法其實是跟 Excel 一樣。我現在把畫面切換到閱讀模式，按下 Ctrl+， 這個時候我們就可以看到這一個外掛，它會在表格的上方會加上 ABCDE， 然後左邊會加上12345，很容易可以找到某一個儲存格它的編碼到底是什麼。比如說這個10就是 C2， 再切換回實際預覽的模式，運算的儲存格要用等號開頭，然後接着就可以寫上運算式。現在是 C2 就是這個10乘上 D2， 也就是 D2 這個欄位，那也就是10乘上100，這個就會變成是它運算出來的一個數值了。下面這邊就是使用了相對位置的方法來呈現。那相對位置的方法就是先指定行，再指定列。以我目前這個儲存格為中心，向左兩個儲存格，也就是20這個格子，加0R 就表示是我目前儲存格所在的這一個 row， 也就是這個第三列。其實指的呢就是20這一格，然後再加上減1C呢，就是 column 往左邊一格，就是200這一格，一樣是加0R， 就是目前的這一列。那這樣子它也可以算出20乘上200的值。如果用這種相對位置的寫法的話，這3個欄位可以都把它設定成相同的內容，就不必去算出是 C2 然後 C3、C4 這樣子的指定方法了，就是只要設定一個，每一列就可以通通都設定成一樣。通過這樣子的寫法，就很容易的把儲存格給寫出來了。同時 Calccraft 也增加了一些函數，像我常用的這個 sum 就是做加總，加0C 的意思就是目前的這個 column 就是這個 column， 然後 2R 就是我從第二列開始，也就是這個第二列其實指的是這一格，加0C 2R 其實就是這一格，然後一直要把它加到加0C 減 1R， 目前這一格的列減1就是上面這一列，這3格要把它加總起來，所以就是用這樣的寫法，它就會運算出來了。同時也有一些 range 的表示方法，就是在這邊要用中括號的方法來表示起來的。比如說12到199，12是這一格，12到199就是我所有1的一直到第99列，目前其實只有到5，那指定的就是這幾格所以我們也可以用 range 的一個寫法，在這邊就是用等號，然後用一個 range 的寫法，然后大於 F5 呢是這一格，也就是3000，要算出從12一直到199，讓它來跟 F5 的數值，也就是3000做比較。如果說它大於3000的話，就要顯示出 true， 然後它如果小於等於3000，就會是 false。所以我们也可以用這樣子的一個方法，請大家注意這個 range， 它到時候就會變成是一個回圈的一個形式來執行。因此我們第一格裡面來指定它就可以了，它會把後面幾個都套用同一個邏輯來做處理。這邊也有一個 range 的寫法，就是 C2 到 C4， 意思是我的 C2 到 C4 就是這幾個欄位把它給加總起來，然後也可以寫成是 C2 到 C99， 其實就是所有 C2 的欄位全部把它加總起来。然後這邊的這個寫法 C2 到 D99， C2 在這邊，然後 D99 是到這邊，所以這整個區域就全部會被加總起來。然後還有一種寫法是用 range 的寫法，這個意思就是 C2 加 D2， C3 加D3 C4 加 D4 的一個寫法。因為我剛剛講過這個 range 它會變成是回圈，所以我只要在第一欄寫好，它後面這幾個呢全部會套用這樣子的方法來做運算。現在來看一下它執行以後的結果，按一下 Ctrl+E 進入
閱讀模式。可以看到目前它這邊在做測試是不是大於3000，可以看到它這邊是顯示真假值的 false 跟 true， 可是剛剛用 range 的寫法它其實只會變成是0跟1啊，0就是 false， 1是 true。後面剛剛這個不是只有定義了一欄，它一樣會套用整個 range 的寫法，用回圈的方法會把它變成110。它這個110是什麼呢？ C2 加 D2， 也就是 C2 是這個10，然後 D2 是100，所以它会是10加100變成110，因此這一格會算出110，後面會變成220，也就是20加200，後面這個330是30加300。其實應該是要算10乘100，我們要算金額的話，但是它這一種寫法range 這種寫法，它只能用加號，也就是它只能算和，沒有辦法算乘積。比如說我们改成星號，好，然後我們再進入閱讀模式，它就會出錯了，它沒有辦法用乘的方法來處理，所以這個金額就沒有辦法算了，它現在只能用加號來做處理。這個就是非常簡單的 Calcraft 它的一個做法。如果大家有用過 Excel 的話，其實是非常容易入手的。這個外掛還有幾個小小的功能，當你移動到某一個欄位的時候，你會發現跟它相關的其他欄位，它會用不同的顏色來表示。比如說我在這一邊要做運算它是拿1000跟3000來做比較，你就會看到它都會變成綠底的呈現。當你移動到某個運算的儲存格的時候，它就會把相關的儲存格呢全部都用高亮的方法來呈現，方便你來做欄位的驗證。Calcraft 呢也提供了一些跟矩陣相關的函數，比如說現在看到的 transpose 其實就是行跟列互換的一個寫法。剛剛同樣的這個範例，在這個 transpose 這邊呢，我們只要寫上等於 transpose， 然後指定要做互換的一個區域，那我們是從 C2 到 E4， 也就是從 C2 一直到 E4。這幾個儲存格呢要做行列互換，也就是目前的10、20、30是 column 的方法，要把它變成是 row 的方法，就變成是10、20、30這樣的呈現。進入閱讀模式看一下，這個就是 transpose 以後的結果，原來是垂直的10、20、30，互換以後要變成水平的10、20、30。也就是垂直跟水平行跟列做互換，這個就是使用 transpose 函數來達成。後面有一個對角的寫法，它就是取出對角線。先看一下原來的寫法是怎樣，我只要寫入等於 diag， 然後一樣指定一個範圍，也就是 C2 到 E4 這個範圍，然後加上diag 這一個函數，它就會取出對角線的值，就是這個10、200跟這個算出來這個值，這個10這一個跟這個200跟這個9000。矩陣的操作還有非常多個，我就不再一一列舉了，因為實際的簡單運算裡面應該是很難得會用到這一些函數才對。那如果各位有需要的話，請各位到作者的 GitHub 的網站去看他詳細的一個說明，他也有舉了一個範例，那各位看了他的範例，應該很容易理解他到底在做什麼樣子的運算的。這個就是今天介紹的簡易試算表外掛 Calcraft。如果有簡單的儲存格需要做運算的話，就可以透過它來達成了。對於基本運算來講，它可以達到一些基本的協助。今天就介紹這一個外掛給大家。如果你覺得我介紹的內容對於你在學習 Obsidian 上有幫助的話，請各位記得訂閱、按讚、分享。也希望各位可以透過超級感謝來支持我，以製作出更多適合大家學習的影片。今天就介紹到這邊，謝謝各位。